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一川，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台湾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今天从全球关心的事情到国内你会关心的所有的大小事。好，一开始来讲，那当然大家会关心美伊战争到底要打到什么程度。今天台股大跌，不是台股而已啊，那包括亚股全面倒，几乎全世界都在担心这个仗打得没完没了吗？那飞弹满天飞以外，那伊朗的反击，甚或大家现在各自放话，包括发电厂啦，包括甚或核电厂是不是这个威胁？海水淡化厂全部都在这个里头了。这个仗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好，除了这个以外，既然讲到发电厂这些，赖清德总统那为什么呢？这2天会抛出那核电有条件的要讨论这样一些的情形呢？是民党的政策有转弯吗？还是在这过程当中对台湾确实有所需呢？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对这个礼拜。对国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礼拜呢，当然一个在政治环境上面来讲的话是柯文哲前主席的案件，在这个礼拜4 3月26号宣判完的结果，对于包括蓝白合，对于国内2026甚或2028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呢？那李珍秀在。今天看到今天他当了代理召委 ，OK， 那委员到召委，那这整个过程在今天整个委员会一团的乱，那未来又会是怎么样？当然，如果再讲到这礼拜很重要一件事情，军购案今天开始审，那审的过程，好，如果讲一个军购案。包括顾立雄部长，你知道，那对国防部长来讲，当然特别在乎这些。不过，让大家先看到的这些是部长讲的这些，跟国民党内部对于所有的军购，从3500到3800亿加 N， 到以前有的8000到9000，一个军购案会让国民党皇城之内的和气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吗？不过，先让你看一下顾立雄部长所有军购来。今天就是要来报告说明我们院版的这个完整性跟这个必要性。那我们也强调院版的这个考量是最具周延的。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能跟不分朝野我们来持续的进行协商然后找到共识。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国防部的版本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好，任俊来，当然你说军购案对于国人来讲的话，这个礼拜非常重要，因为在审这些。但一个军购案，真的看出国民党内部，尤其媒体上生活讲，亲美派是不是开始要做反扑？只是大家顾及皇城内的和气，那表面上是这样，真的如此吗？这个先讲皇城内一片祥和了哦，那我不知道除了皇城之外，到底怎么样哦？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国民党这个所谓的皇城内一片祥和的说法是说，为了这个选举胜选所以大家这个台面上面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还是要遵从党中央的领导。所以我认为这是郑丽文成功的地方成功的压制住了国民党这个不同意见的声音。因为老实讲现在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公开看起来这个态度非常明确，跟郑丽文不同的人，其实就叫做这个卢秀燕嘛。但是因为卢秀燕她除了国民党籍的台中市市长的这个角色之外，她没有任何党职。那从美国回来，即使卢秀燕在美国说话，回来之后说的话，看起来国民党没有人要去 follow 卢秀燕的这个论述。卢秀燕的论述很简单嘛，台湾就是要做好自我防御嘛，所以他认为对美采购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但国民党这些声音通通都不见了甚至我不知道，可能对李川来讲会比较清楚了卢秀燕的几个子弟兵在国民党，比如说在立法院里面有没有愿意 follow 卢秀燕的脚步把这个话说出来？因为老实讲，表决是一件事嘛。这最后国民党的决定是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有没有人愿意在过程当中具名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第一个让我失望的就陈永康嘛。他是专业的这个军人嘛，军退的嘛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从来没有看到陈永康站到台面上面讲说他对于这个军售案件，他如果不认同，他可以公开讲不认同。我问一下，将军那时候讲说，其实陈永康是支持政院版，有讲过对不对？有。你说好几个上将好像其实是上将，对不对？对，都是支持政院版。OK， 所以任俊刚刚讲是因为也听到有包括有名嘴像义夫他们也讲说，私底下有很多人有一些的意见。但跳到台面上的都没有，就没有了。对，为什么奇怪了？不是我老实讲，我不是不相信将军呐将军我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嘛。但我希望大家
更明白的是听到陈永康怎么说嘛，这声音不见了，包含这个卢妈三子。对不对？我也没有特别看到，都是报纸写，说据了解谁谁谁怎么样啊，当事人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话嘛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对郑丽文来讲哦，当然我在想郑丽文其实他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他的强大，不是在他个人啊，我认为其实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表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态度嘛啊，那我认为其实很多一些不去批评郑丽文的。大概看到是他背后啦，所以我很难理解，以国民党这个一个这么成熟的政党，连一个不同意见都没有人敢出来公开讲，这个很奇怪。然后再来就是延伸出来变成是赖士葆，赖士葆说，跟顾立雄说你要珍惜我，是，我想说两个发生什么事？我以为他们接下来就要合唱了，你最珍贵，结果发现没有，为什么？因为赖士葆说你如果不珍惜我3800加 N， 我告诉你3N 那就3800喽，那就3800。我再讲一次，那3800有问题啊，你那3项国防部根本没有要买的，你现在是怎样啊？你现在逼国防部重新给你建一个案子，说你那3项什么鱼叉飞弹 H1W， 然后还有我们讲那个战术网络的那一块，说不行，你本来没有建啊，我国民党认为要你给我拿进来建吗？还是你把总预算那个部分给我抽掉？因为现在看起来已经进入常规预算了，3800都有问题呀。好，结果赖士葆今天说我不知道，我听老将我也更好奇了，请问要怎么珍惜你，才叫做 OK？ 我也不懂啊。按照国民党的提案来讲，我也必须说啊，他那个 N 有写在里面吗？N 写在里面，有 N 这个字吗？怎么会写在里面？不会有啊。对啊，他那个就是这个条例啊，他就 N 是说，如果下次有发价出来，就弄一个条例，一个条例，一个条例啊，那叫 N 啦。所以致使这个案子就3800，对嘛？对，国民党在骗谁？如果今天国民党都不愿意去证实你所谓的3800里面有那3项根本是没有办法审的东西，然后一直在坚持在这里，那我只能讲啊，皇城内的一片和气那是假的啦。皇城内什么一片和气？今天光地方选举的时候，大家看看新竹已经明白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对手我要求党里面把它弄掉，哪有什么和气的问题？这件事情唯一只有一个，因为它跟两岸有关。OK， 跟国民党选举根本没差啦。如果跟选举有差的话，超过60%以上，包含郑采美所做的民调，60%以上民众都认为我们应该要有自主国防，我们应该要买军购。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总会是3800。不过如果这样一路下来的话，那算直接先请教一下，那种有贴一个就1996年那时候的，然后说什么不畏飞弹啦或什么，应该是这样96危机那一次啦。对，那次96危机，将军那时候在节目讲过，你那时候在当妈祖，在东引，在北干在北干，然后你还写遗书嘛那一次，你有讲说在写遗书，对，没错。所以这整件是要提醒大家什么事嘛？刚才讲说对国民党现在的版本，一个国民党的版本，因为接下来大家不敢再讨论，甚或如果真的到最后要表决的时候，内军就看得出来大家各自的态度。那各自的态度是看得出来，包括政党的态度跟个别委员的态度，在这整件事情来讲的话，你自己预期未来会发展成怎么样？1996是台海危机，那一年台湾要第一次民选总统大选，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李总统啊，说这是他那个是哑巴蛋啊，那一类的对这个说法。那只是说，经过这30年，台湾的国防要不要？今天所有在立法院开会的，在我们那个委员会开会的每一个上来说，他们都支持这个条例。好，这第一个，大家都这样讲啊，支持台湾的国防。可是今天来登记的只有20几个人。今天光我们这个外交国安委员会加财政委员会就没有全部到何况别的委员会，几乎都没有来。第二个来讨论的，刚刚各位提到那些数字，3800这个数字没有出现。那出现什么？8100也没有出现。9000也没有出现。那到底出现什么？就来各言而至，大家都说国防很重要啊，都没讲内容这些，都没有讲内容，没有人要进入到细节的讨论哈，然后刚刚提到，比如说像在上个礼拜、上礼拜，在媒体前面说所谓青壮派改革派美国派什么派，这些人这一次都没有人讲话，没有人出来提说为什么要8100亿，为什么要9000亿，全部都闭嘴。那卢秀燕回来了嘛？对啊，卢秀燕回来，卢秀燕去了美国一趟，照道理来说，她应该回来就贯彻叫她的子弟兵嘛。廖伟翔、黄建豪跟罗廷伟3个至少要1个人来讲嘛。3个人今天都没有来，都没有来。那所以
我是觉得这样，这应该是经过国民党现在已经发展到党内民主了。哦，党内民主，什么叫党内民主？就是他们的党内民主，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讲话。那讲完之后呢，定调就团结一致。好，然后出去就都不讲。对，因为曾丽文是民进党出身啊，所以他懂这个，让大家在党内大鸣大放，出去就团结一致。所以他们出去团结一致就是3800亿。所以接下来他们不会再公开讲8100亿跟9000亿的事情了。团结一致就是3800亿，所以接下来他们不会再公开讲8100亿跟9000亿的事情了。好，那他们让这些人上个礼拜全部讲完了，对美国有交代了。因为这些人的好朋友、亲戚、叔叔、伯伯、阿姨、女儿、孙女，很多都在美国，就让他们去讲，因为他们也要选举啊，让他们去对美国有一些交代之后，最后贯彻下来就是3800亿。那礼拜3、礼拜4就会进入到逐条的讨论。那逐条的讨论呢，也是各言而至，反正讲完之后就全部都保留，然后就进到这个院会。那进到院会表决，答案就是3800亿。好，那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其实现在已经走向比较像民进党了。好，就是郑丽文其实有办法透过党内民主啊，贯彻他要的答案了。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对面叶元之，他也不会再讲几千亿了，反正党内已经决定了，而且是党团自主了，好，党团自主啊，郑丽文当然可以透过这个傅崐萁，去达成党团自主做了一个决定了哈。那今天包括台湾民众党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今天也都不进入到细节的讨论，所以我判断礼拜3、礼拜4应该也是一片祥和，好，然后就反正所有案子通通保留。今天所有的发言也没有任何人很激烈。刚刚提到陈永康今天从头到尾没有在谈这个条例。陈永康从头到尾在上课。他就准备了10几张投影片，字很小，大家都看不到，然后他就把它讲完。讲完时间到了以后，他就说我提醒国防部，你们那个有一些资料是对的，我这个资料可以给你啊，这个是当年这个美国我们在这个建案的时候的发价书的程序啊，这个是英文版的有人把它翻成中文怎样。花时间在讲这一些，就没有人进到细节，所以我判断这个案子接下来就是国民党会要求表决，就是3800亿，就是所谓郑丽文的版本，其他不会再出现什么8100亿、9000亿，那些全部都是虚晃一招了。这样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刚才前面讲的论述，我觉得你憋了一肚子的话没有讲。你的字里行间的意思是说，讲支持军购，讲所有这些是打假球的意思吗？就只是虚弄一下，是这个意思吗？没错，那让他们的所谓的青壮派可以演一下，就对美国有交代，对，瞪起来，然后也跟他的比较年轻的选民，或者是挺中华民国的，就是说也想要有国防，这些选民就说，对他们讲的对，其实3000多是不够了，其实美国要的是8100亿，卢秀燕去回来了，回来这8100是9000亿，卢秀燕都有讲了，就是要这样子，可是没有办法，党内就是经过党内民主，就是3800亿，我们就是要团结。我们不可以在外面讲不同的话，因为要打倒万恶的赖清德政府、赖清德独裁什么买了武器都没有交，到现在还要来跟我们要钱。这些钱如果一个人花1万有多少？就是他们的那个论述就是最后就全部闭嘴了。他们已经有答案了，而且这个答案是很早就定了。但是呢，他们开放让这一些所谓的青壮派在外面讲他们想要讲的话，郑丽文也不会阻止他们。OK。来，是只是糊弄一下，是这个样子吗？对国民党来讲，怎么样看待这些？刚才川讲的，你有听吗？他觉得你们就只是对美国有交代，出来讲一讲，放几个炮，然后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内部里面，反正就是3800亿，就是这样，也没什么，就到最后送院会表决，一定你们赢，就这样。因为本来党团运作就是这样嘛，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意见不一样。我之前也在这边讲过嘛，就是党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3500亿加 N， 这是智库版本。后来其实讨论之后变成3800亿加 N。多了那个300亿，就是台美的军事合作项目，所以把这300亿加上去。那也有人认为说应该是8100亿，甚至9000亿，因为认为反正美国最后都会卖给我们，就2批发价书，那何不直接把那个钱框进去，然后等到第二批发价书过来之后，就可以直接条例也不用再另外定一个。也有这种意见啊，但最后如果
党的版本决定是3800亿加，那当然大家就以这个为主啊。民进党是这样啊，民进党以前已经决定了嘛。对啊，这送出去就是国民党党团的版本嘛。你们不会再提修正动议8000亿跟9000亿。当然，在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可以纳入就是各种意见，会不会修正动议，这我不确定。但现在当然就是以这个为准嘛。那民进党党团，刚才只是讲说过程当中看起来今天是没有，包括陈永康委员只是教大家所有的那些细节军购的这些东西。我跟那是不是？那是因为今天是质询嘛，今天还没有进入到条文的审查。所以他不会真的，比如有一条可能是3800亿，那大家才会说，好，那3800亿有没有意见？你要8000吗？5000、6000？因为没有讨论到实质的条文嘛。那你们会不会礼拜三讨论的时候出现8100亿跟9000亿？这我怎么知道？对啊，这个大家要看，要问那个国防委员会跟财政委员会啊。那每个委员还是可以表达意见，但是我觉得。那个王一川刚刚有人误导啦，他就说不是啊，就讲说好像哎呀，郑立文叫他闭嘴。你看之前大家一直放炮，现在都不敢讲，没有，不是，那是你时间序的落差嘛。民进党是这样啊，你们那时候投那个大法官的时候，不是党内也很多人认为说不要封杀刘静怡嘛，后来不是最后也是封杀了，一样嘛，就大家一开始都可以表达意见嘛。像后来因为那时候他们在要老柯下台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出来放炮嘛，还讲到说。很多人对于那个财划法应该要自己提版本啊，为什么不提啊？也意见也都不一样。可是最后民进党党团的立场是一致的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以目前来讲，国民党因为党版就是3800亿加 N，现在就是这样。好，那所以当然大家就以这个为主。但是修正一下，不然你会被骂。你要说是党团版，党团版，因为党没有要介入党团，那是你们党团版本啦，党团版本啊，不是党版啊。因为是智库给我们的啦，其实是他的意见啦，其实都一样啊，大家也都知道啦，所以我也不需要，对我也不需要去遮掩掩嘛。那既然是这样，那就以这个为主。但是因为我刚刚讲了，修那个讨论条文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什么意见，还是因为那是滚动式的。袁志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们自己刚才任俊一直讲皇城之内一片祥和，他觉得那根本是一个假象，就没有什么叫做一片祥和，除了皇城里面，外面都喊打喊杀吗？外面。有，因为我也都是看媒体报道的，就是说不具名蓝委怎么样，然后又那个蓝委怎么样，那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是哪些蓝委啊。我们内部是都很少问到你就对，很少听到，也没有怎么问我。你们有没有自己内部的人讲？包括对政协会，包括对郑丽文的3800，就因为智库来的嘛，对于这些真的颇有微词或讲的很多。那时候当然，那时候在那个法案送出去之前，当然大家都会有意见啊，确实是这样嘛，这大家在媒体都有看到。然后那一天在讨论这个版本的时候，也表示说不能3500亿，要3800亿，所以也都有讨论。那后来因为最后就是决定这样子啊，可是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暗潮汹涌啦。现在大概反正就是以这个为主啦。那但是因为媒体他常常会。打来嘛，可能随便问一个，比如打给王一川，就说表达一下意见，不具名，然后大家就会讲，反正不具名嘛，就开始讲，然后就营造出一个好像我们讲四分五裂，但我的感觉是没有这么严重。不跟你讲不具名，你们实话通通讲出来，然后就是这样，对啊，媒体就是这样啊，不具名，但感觉上在内部没有这么分裂的氛围啦。不过如果讲内部的话，将军来请教一下，因为你在国民党内部又当过主委，这些国民党内部，而且。国民党里面其实52席里面，国民党大部分是区域委员。对，区域委员是什么？我靠实力选的嘛。我现在也是委员，你不会告诉我你下一届，因为我放炮放得多，那这郑丽文自己讲的，国民党内部如果要是骂几句就那个的话，那连林涛都可能没有办法选嘛，对吧？意思就是说，合个言而至啊，本来就是可以放炮的。那这郑丽文自己讲的，国民党内部如果要是骂几句就那个的话，那连林涛都可能没有办法选嘛，对吧？意思就是说，合个言而至啊，本来就是可以放炮的，而且我是区域立委，我是靠实力选出来的。如果这个意见真的有，像柯志恩虽然是不分区，他不是也讲吗？在地方跑被讲最多的总预算、军购，所以我如果是区域，我如果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对整个国民党、对地方选举、对所有这些都有未来不可知的风险，或是有这样的话。我怎么都不讲？为什么呢？弄完以后大家都不讲，就为了黄城的和气，那地方都看得到啊。因为他们今年又没有要选，最主要就在这里，这都区域立委对不对？他们今年没有要选，所以我觉得在可怕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郑丽文这样继续走下去，国民党会翻船。可是他们想
郑丽文会比我早翻船，所以我不用管他。就2026这一仗，对，2022这一仗，如果万一有什么差池，那郑丽文会不会被逼宫或要下来？对，他们就说他自己负责。我在很多地方跑的时候，我说，哎，你们这样搞，你会被郑丽文害死。他自己负责啊。我听了很傻眼，好像跟我无关哦。他自己负责啊。意下之意就是说什么，2028还没到他就垮了。所以2028跟我没有影响。那现在地方要跑选举的这些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呢，他们走他们自己的路。郑丽文是郑丽文，我们是我们。中央我们地方，我不管啊。那个大人的事大人解决，我们的地方是地方解决。现在国民党就是这样。好像是事不关己不关心。然后呢，反正你搞你的，你不要影响到我就好了。我不要被人家贴上一个说我这个对党中央不忠啊，那个很难听，就不好选了。所以与其如此，就是郑丽文搞郑丽文的，我们搞我们的。所以你看中央跟地方很和谐，中央跟党团也很和谐，都很和谐，因为围绕在主题四周啊，绝不切入主题嘛。那这军售大概多少钱？我们都挺国防预算，我们一定支持到底。多少钱？那这党团说了算。那多少钱不知道。对，有没有恩不知道。然后呢，那徐小英9100，我觉得9100也很好啊。可中央如果不接受的话，我们还是支持国防预算。那多少钱不知道？你不觉得有点错乱吗？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就是混过去。我觉得现在2026国民党就是要把郑丽文当主席这段时间给混过去。那郑丽文，你认为他心里好受吗？他心里不好受，不然怎么会把林涛拱出来？对不对？没事怎么拱林涛？为什么不讲别人？就心里面就不舒服嘛。他也知道哪几个在烦我了，郑丽文都知道。就你不要给我撑过，他们现在在赌谁的气场？国民党现在在赌气场。郑丽文心想，你不要给我撑过2026，撑过2026你就完蛋。那其他人想，你也过不了2026，2026我就走自己的路。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党，这不叫皇城内的和谐，这叫做手脚跟大脑分离耶。各位想想看，这种和谐你要吗？这种和谐就是各自表述，但是最后呢，由我来发布意见。这就是现在的做法。每个都要支持国防啊，每个说国防很好啊，然后等到说各自表述，我们不表意见，那个党团说了算。那党团是多少？连党团都不知道。然后刚刚任俊讲了很多遍了，就是那3800亿啊，那些项目都不是这一次特别条例里面的项目。有3个项目不在。对，那不是，那是之前已经有的。那你现在硬把它凑进来说，看到发价书我就通过，发价书不等于特别条例里面所有的项目。那只有一点，我说之前我讲说陈永康委员，他当时就讲说，原则上以国防部的这个版本是最周延的。你要进去研讨，要去讨论，要去删，要去动，你在里面说嘛，你把它拿掉了，拿了一个不属于专业的项目来。那请问这个3800亿或者3800亿加 N 也好，你跟谁讨论过？美国人知道吗？要卖你的都不知道。老板，我要买这个板子哈。老板说，你当时没讲，我没有准备啊。那不管，我已经钱下来了，爱卖不卖，到时候就讲说，你看我钱有了3800亿，他不卖，那不是啊？那你没有跟老板说你要什么？现在就是这样啊。1.25兆跟美国这个五角大厦，跟美国的相关的这个军售单位都已经协调好了。然后我报这个价，你买这个东西，条例过了有预算了，我们就签署嘛。现在不是，你做你的。卖家呢？卖家你到底要买什么？人家讲说美国你急什么？我要卖你要买什么？你要跟我讲啊！现在你不讲，你这个案子你是盖着的我不知道啊。等到有一天通过了，然后美国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怎么卖给你。那几项？对，我不知道卖这几项你看美国不卖吧？所以我才说很多事情如果要玩话术，要玩计谋。那个政党之间你去做竞争，你不要拿国家安全，这是在拿国家安全开玩笑。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为什么我们要一开始就要讨论这？因为这跟整体的国家好了，台湾当然需要自我防卫，讲了800次。我们现在就算全国团结成一个拳头，如果真的要硬比武力的话，你跟对岸比起来，真的差别非常大。但是可能国内大家还不是一个拳头，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些是不是更需要大家要去讨论这些，尽可能大家凝聚共识？而这个共识，我不知道。或者你觉得国民党内部真的慢慢一路往下走，真的会有所谓的亲美派，到最后会有逼宫的这些戏码出现吗？而这所有的这些戏码，刚讲到从一个军购，包括政协会，包括所有这些，连总预算案，又是
又是韩国院长说话了。对，韩国院长上次军购有一个转圜，是韩国院长讲那个卫生纸弄水，不是人会窒息。对。那是过年以后讲，现在又突然讲一个，哎，这个总预算如果不审，对国民党是会受伤害。哎，这时候大家都清醒了，韩院长清醒了，未来到底怎么办？我觉得韩院长清醒很重要，跟工商团体表态有关。我们上次那天不是讲嘛，在工商协进会的时候，那个很少发言的吴东亮因为他自己之前曾经有一些安全的问题，所以他非常低调，连那个股东会在召开的时候，人家所有老板都是这样面对面，然后拿一个麦克风，他前面一定会有一盆花，那盆花是比他人还高，他不要让你看到他长什么样子。那这样子的这么低调的老板，却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点直接拿起麦克风，然后跟韩院长说：“拜托2件事，第一个美国关税这个部分一定要尽快，那第二个就是总预算包括军购部分一定要支持。那这个其实就是工商团体。那以前这些大老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向来尤其是金融圈都是挺蓝的比较多。那现在你就算不体恤民意，你不听民间的声音，你也听听你金主的声音，你也听听这些老板的声音嘛。所以我觉得韩国也有听进去。那柯志恩。他要出来选的，所以他当然也会，对不对？也是会怕，他才会去讲这样的话嘛。所以你看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出？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很好笑、很好玩？要选的大家都出来啊，反而不要选的郑丽文啊，那个都没有出来，因为为什么？一出来大家讲说啊，呵，你这魔鬼啊，所以变成不是加分，反而是败票的一个状况。第二个，你至于提到就是说国民党内部会不会有真的亲美派？亲美派。你没有发现啊？还是我自己可能想比较多？可是我觉得这2件事情不是很不寻常，包括这个马英九就挥泪斩这个不能讲马戏，不是对，是讲我们的副主席萧旭晨。那为什么马英九这个时间？那当然很多坊间传闻嘛，媒体报道有写嘛，因为有一个人什么什么，他要被人家弄掉，然后所以他下月他就很不爽，所以要去找资料。哎。他被弄掉是今年的事吗？他找资料可以这么容易就找到吗？还是事实上这从头到尾只是一个影子？他被弄掉是今年的事吗？他找资料可以这么容易就找到吗？还是事实上这从头到尾只是一个影子？什么影子呢？就是有人要把萧旭晨给端掉嘛。那为什么这时间点要把萧旭晨给端掉？因为萧旭晨跟郑丽文他们的一个亲中的路线，不仅影响到这个年底的选情，甚至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家属在美国。一些不管是你的签证啊，一些状况，其实美国是会去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突然莫名其妙冒出一个那个马英九跟萧旭晨之间的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不是很寻常。今天郑丽文跳出来了。好，他帮萧旭晨讲话好重哦，他帮萧旭晨讲话他竟然说这整件事情其实就是马英九身边的人在弄，但是你由此你就知道。是不是以他为首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对于郑丽文如此亲中，可能会影响到年底的选情，其实是有立场的，有态度的。因为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甚至好像媒体不知道有没有写，直接就说嘛，如果萧旭晨你自己不走。我可以让你连副主席都干不下去。媒体有登这一段，嘛？对，这话很重。有没有不知道？可是媒体有登这一段，有这一个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你就代表着一定是有大事。这一次国民党的军购案刚提到的删掉的其中有2个最重要是什么？就是飞鸿供应链跟无人机。这一次通过3800亿里面都没有这2个，飞鸿供应链跟无人机是美国。非常在意的，因为你要有自己无人机自制的能力。人家真的你那个被海峡被封锁的时候，你自己要生产武器啊，不然你要叫谁运给你啊？你那是维护嘛。那再来，飞鸿供应链是什么？因为这些无人机的技术，还有包括那一些飞弹的技术，跟美国是要授权给我们，等于是大家共同生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没有飞鸿这个部分的话，那你资安漏洞很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马英九这件事情，还是美超微，看起来都是跟军购案没相关。
但我认为那个其实都是跟军购案有相关，因为后面代表着其实美国有在盯着。OK， 当然马英九基金会也有发声明啦，讲说没有大家外面想的这么复杂的一些情形，就很单纯内部人事更迭啦，类似像这样一些情形。可是这过程当中，当然那会有各方不同的一些的解读。但范老师，刚才慧珍特别提到郑丽文对于那个萧旭晨这件事情，而且他用字遣词很重他最后有一段说，绝对不让贼人跟有心人士能够什么什么，大家也不知道他讲的贼人到底会是谁。但是所有这些，但是他一直很有信心的是，让大家知道习近平的一些动向，和平只要让大家觉得说和平是大家想要的，习近平能够有一些动向让大家知道，难道不好吗？政局会不好吗？可是这对国民党很多人来讲的话，不是好与不好，而是时间上面就是年底要选举啊，你总是要把这些考量在里面啊。国民党今天一直在讲和平，没有人不希望和平，就像没有人不希望发财，大家都想发财吧？对，那方法很多啊，你可以走正途是发财，你也可以去参加诈骗集团嘛。同样的和平，你要卑躬屈膝的和平，还是有实力的来防止战争，来达到和平，对不对？那国民党的之前那个国民党的副主席汪精卫，蒋介石的二把手。1939年跑到这个本来从重庆跑到这个南京，他当时就也是要做中华民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嘛。他的国旗也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啊。上面有一个三角黄旗，写什么和平反共救国，也是和平啊。所以没有人不要和平。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但是我是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帮萧旭晨讲这个话？我认为就是北京的意思啦。就北京是力挺萧旭晨嘛。就像那，因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你有任何资料或蛛丝马迹觉得会是这样吗？你看嘛，萧旭晨这次国共的智库论坛是谁去？国民党副主席谁去？萧旭晨去啊！而且本来只有见到国台办主任宋涛啊，为什么后来王沪宁亲自接见全国政协主席正国级干部为什么？就表示你表现得好嘛。那结果萧旭晨回来之后。他讲说这个古立言 AIT 办事处处长是科长，对不对？就直接打脸美国嘛。我们为什么还想我们为什么要跟美国这种人互动呢？萧旭晨是见正国级的人意思就是说不要去跟美国讲那些有的没的嘛。他这种态度当然引发了国民党很多人的批评，大家也怕美国不开心。但是现在看起来，有人就批评萧旭晨啦，就谁出来帮他讲话？郑丽文啊，郑丽文现在想的是什么？就是政协会啊，对不对？他急于如此，所以为什么3800亿是一定要挡住的？就是攸关于郑丽文第一个在党内的地位嘛。我见了习近平回来之后，功力大增啊，我才可以去解决党内的目前的提名的纷争啊。所以对他来讲是重中之重。你说国民党这些中常委哪个敢出来呛郑丽文？你在中国没有生意吗？你在中国没有房子吗？你在中国没有好处吗？我随便刁你一下就吓死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看起来很宁静，但是我认为即将到来的就是暴风。那个暴风雨，你觉得什么时候会是那个风暴引爆？就是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啊！中央研究院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学术殿堂，他上个礼拜做了民调，支不支持我们向美国买武器？39.5%是非常支持，30%是有点支持，两个加起来是69.5%，这是70%反对的只有24.7%，差了44.8%。那你说你要不要跟美国买武器？然后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国防预算增加到 GDP 的3%？53.5%的都认为应该要，然后只有31.1%的是不要。那31.1%就是国民党基本盘啊。我觉得现在有点到那个山雨欲满风满楼，就是那个俨然是2014年的那个太阳花学运，以及后来所带来的这个县市长选举。但本来县市长选举跟这个两岸是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现在是国民党要把它跟它绑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我这样，现在的国民党现在一团和气啊！哎呀，宫廷那边好像什么皇城之内一片祥和，一片祥和。这让我想起什么？就1894年的甲午战争。清朝当时他们当时大家还知道吗？那个这军机大臣翁同龢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他说我们怕什么？日本小鬼子。我们当时的北洋舰队
亚洲第一，世界第8。我们有2艘重要的这个战舰，正远号跟定远号，日本哪算什么？结果一打完蛋了。当时那个举国之内，慈禧太后也讲怕什么打，就一打呢，就是很简单嘛。当时清朝内部也是认为稳赢的。李鸿章整队北洋水师，整队这么多年，买了那么多长坚炮利的西洋的军舰，一打就完蛋。买了那么多长坚炮利的西洋的军舰，一打就完蛋。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没问题啊，你们就还继续开心嘛。但是你觉得人民怎么看这件事情？不过这整件事情如果继续往下发展，当然所有的点点滴滴会在年底选战的时候，民众会做一些的选择。那现在看起来各阵营之间，元之很简单问一下。对于李四川现在已经辞了副市长，要进属新北。这2天有一张照片说他跟一个地方人士啊什么之间一个合照，然后绿营有人就直接批评说啊在一起的那个会不会有黑色背景啊或什么，这些会有什么影响吗？我当然就是因为绿营就喜欢泼脏水啊，但是我解释一下哈，他合照那个人叫游向贤，他是之前的中和市民代表。那李四川他是去参加了一个台北县时期各乡镇代表会主席的联谊会，然后继中和市民代表历届代表的一个参会，他是以前台北县副县长的身份受邀，所以在场什么人都有嘛，很多主席啊，很多副主席啊，很多代表。那现场人看到他，老朋友或者是怎么样碰到很热情合照一下，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现在绿营的就可以一张合照就可以把他讲成说好像把讲成他跟他是黑道一样，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夸张。那今天李四川的近办也有回应啊。其实坦白说，苏贞昌认不认识游向贤？我觉得也是认识啊，因为苏贞昌以前也做过台北县长啊。你做台北县长，你会不会认识中和市民代表？可能也认识嘛。现场又很多人都跟他熟识啊。那如果今天邀请的是苏贞昌去，要跟他合照一下，苏贞昌会说不要合照吗？也是会啊。那人家如果拿了这张照片去攻击他说，哎，你怎么跟什么某某人怎么合照？那苏贞昌他能够接受吗？而且政治人物跑脱，任何人来说要合照或怎么样，其实这个是司通见惯的事情，你也不可能说照相之前就去。要说哎，你有没有什么背景？你有没有干嘛？这不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你看绿营有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情是假，因为是从川博的什么以前他弟弟那有没有一些什么事，然后一直到这件事情，像元之刚讲，那政治人物跑脱，那跟人家合照是司空见惯的事。没错。这个合照没办法拒绝，那可能我们2个人照，忽然间跑出第3个、第4个，你也不能说等一下你不行啊，不可能。那去到任何一个餐会坐一桌，假设20个人的这个桌子，大家彼此进来进去也很正常。跑来你旁边说要跟你照一张，你讲拍谁我不要叫你去，蛮不可能。但是就是说，在幕僚里头啦，我这样讲了，就是说幕僚如果今天到了一个场合，看到这里头真的有争议的人物啊，比如说以前柯文哲跟白狼坐在同一桌，幕僚总是要提醒，说市长，你大概5分钟以后我们就赶快走了，就是说编个理由，就是说哎，另外有事赶快走，避免。那这一位大象啊，一个大象啊，就是这一位游向贤啊，在中和这个地方很有名啊，因为这中和的是几个家族而已啊，就很有名。那刚才土地工程都有在做啦，所以就是说他是不是坏人？那是另外一件事啊，但是因为有人说他是黑道什么啊，他儿子有出来解释，他儿子说我爸爸只是角头，不是黑道，卖软供，哪里不一样？这不一样吗？我爸爸有说他没有参加黑道，他是角头，就这样，那就跟那个角头不是就是大的黑道吗？没有角头，有时候是出来有事情也出来供几类哈，就是各位去看那个电影，角头都有在演的哈。好，那。这个就跟那个陈建贤的发言人一样嘛，说哎，网络上乱传陈建贤是2清，不好意思我们是1清的就这样，就他们很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是黑道，他只是角头。那这都他儿子讲的就你以前做过什么事，其实大家可能在地人都知道，我们外界也不会关心那你说一直去讲这个人，那这个人的支持者。就说这一个人的朋友啊，刚才讲
是安怎？你要嫌阮臭车呀？啊，嫌阮臭车，连工都卖来啦。哦，你不管你对一栋啊，都卖来催阮啦。因为每个人在地方都有他自己的人脉，大家都会彼此重叠，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说他儿子讲说他爸是角头，又把这个事情大家又开始讲说哦角头，那查一下他爸以前干了什么事，那他又自己又。我不知道他儿子是一个议员嘛？叶元之应该也认识，他以前的应该是议会同事。他是讲话很老实还是怎样？我爸我们家就做工程的啊，就会跟李四川、毛启哉啊也有认识啊，也会接触啊。不然你多讲这句话干嘛啦？就是说你多讲这句，你讲这句话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说没错啊，我到了做工程啊，李四川嘛做公务局长啊，台北县的时阵啊，你嘛是做工程的啊嘛，做副局长、副馆长啊，所以我到做工程啊，等着我嘛是 OK， 因为我是综合市民代表，所以这也 OK。可是他儿子又讲了这句话之后，他是开始玩文字游戏，说哦你讲的，你爸爸跟李四川有接触、有认识、有怎样？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他儿子他偷的啦，就讲话这样勾一，然后他也不善言辞，所以就让大家继续往那里想。最好的方法就是点，唔通去讲啊，就是像刚叶元之讲的，政治人物跑通啊，都会遇到这些人，大家那一条线切清楚，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参会，今天那是招去人刀，来对4、5个，然后里面有2、3个有争议的人物，李四川又跟人家拍了一张照片。那事情比较严重，那这个公开的场合，我是觉得还好啦。OK。那个角头，就是说我是一个地方的角头，那你们有纠纷嘛？对，还有纠纷就坐在我前面，大家喝茶喝一下嘛。大家都觉得你没道理，就大家真的你都没道理，你都牛一怎样，那他就不愿意啊，不愿意你看我的民主啊，对不？我出来吵啊，你个不爱我民主，他说我就是不爱看你民主啦。那就不欢而散嘛。那这个大哥这个角头旁边的阿弟啊说，对我大无尊重，我大是瞧你的代志也无尊重。那接下来就会开始出现，可能会有暴力嘛，就会往那里跑了啦。所以后来角头为什么被人家解释成这样，大概这个原因。OK， 好，那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其实对国内政坛来讲，我就讲这个礼拜真的非常的重要。蓝白合到底未来会怎么走？那柯文哲前主席能不能够在2026胜或2028，会不会竞逐总统之位？因为包括326的判决非常非常重要。将军，请问一下，326民众党要开国际记者会啊？对。所以那2点半的宣判出来以后，他们就会直接不只是诉诸国内，要诉诸国际、全世界。全世界。将军，如果那天开国际记者会。假设如果判决好了，你说判决各种类型嘛，无罪的、有罪，然后低于10年，有罪重于10年，很多种。如果真的很不如愿的话，假设是很重的或者什么这些的话，他们是要对国际诉诸说台湾政治迫害到这种，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是我讲那天有几个情境，第一个就是26号判完之后，柯文哲无罪那天有几个情境，第一个就是26号判完之后，柯文哲无罪哇不得了我想这个才是记者会大家可以不得了的大事哇被压了1年最后无罪这也没有说不可能，说不定第二个就是判很轻10年以下，所以柯文哲就脱缰野马，那黄国昌就脸就垮下来了，因为那张总统门票就柯文哲的第三个就是重罪嘛10年以上的重罪不会拖出这3个那大家想想看。第一个无罪不用讲了，那个可能就当天就记者会不用开了。台湾的司法晴天晴空万里，一切都是一往无遗。我们要相信台湾的司法，这是无罪嘛？那如果重罪呢？哇，这是什么司法？这柯文哲自己讲，我告诉你这台湾的司法信任才是最大问题。这柯文哲自己说的他说3月26倒数宣判。很多人问他说：“你如果判重罪，就不能选总统啦？”这个是我不对假设的问题做回复。这个当天最大的问题是台湾的司法信任才是最大问题，所以就表示不管司法怎么判，判无罪，这司法乱判，我怎么可能无罪？我这样都无罪还是说如果判重罪，
你这司法乱判，这都是我的钱，为什么有罪？你不搞得说人很乱吗？你这个记者会到底是要跟全世界宣示一件事，就是台湾的司法是值得信任，还是台湾的司法是不值得信任？你现在要先定调。你在开记者会前要先定调，不管法院怎么判，这个是不值得信任的。那如果判无罪嘞，也不值得信任。或者说，我告诉你，这个台湾的司法根本就不要信他，或者根本就全部都要信他。你在开记者会之前要先定调嘛。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会就是说，没有2个版本啊。那就是就等宣判完以后就拿一个版本出来，那就是救国吃面了。就跟选举的时候有当选宣言跟那个落选感言嘛。对，那是选举，那不管是当选落选都坦然接受。那可是柯文哲这个如果判无罪跟判重罪，你是不是都坦然接受？很难吧？对，如果判无罪一定坦然接受，如果判重罪一定造反。就是抗议啊，然后就如何的。所以我才说，如果你要证明一件事，就是柯文哲坦荡荡。你就在开记者会前就先讲，台湾的司法是值得信任的。不过刚才如果一路往下走，慧珍好了，你说国内你看过这么多政治人物涉及到贪污治罪条例的这些，但是说实话，柯文哲前主席算是高调型的。那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最近的几篇的访问，然后包括就是那你千万不要再讲咯，你再讲那搞不好他就判10年以上咯。意思就是访问的内容，因为他那时候自己就讲过啊，就是因为民进党对王一川他们，民进党就是因为看他声势太大，票太高，所以后面才下重手，类似像这样子一路走下来，甚或就是讲到说2点半的宣判，然后2点还是可以改那个判决。不是很多这一类东西会让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讨论这些啊。我觉得他其实应该心里是还蛮怕的。所以已经开始先在埋伏笔了。埋什么伏笔呢？这个会判我这么重，就是因为怕我选举。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在埋这样的伏笔。不然的话没有道理啊。通常在那个宣判之前，你就点吗？那不管好或不好，之后再来反应嘛。你先前做这些动作，不是某一种程度上在激怒法官吗？或者是故意要形塑出一种社会的氛围？我觉得这是他的策略。那记不记得法官有一个要求，是要求他当天到庭临判？这个基本上不多。对不对？真的到庭临判，因为观众们，如果你去宣判，那2点半嘛，2点半就是这庭当然很受瞩目了，要不然一般宣判就是法院就是他也照样开庭，然后结果后来呢，你要等宣判，你是哪一个案件几点的？那我就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去啦。对啊，就是他照本宣科，然后甚或你要那是几点的，我就宣判一下，就是跟电影演的那天我相信会是这样啦，就是大家起立，然后那个2点半，那判决主文什么念一念，然后就告诉你是这样结束。宣判就是这个样子啊。是，但是他为什么要叫他到庭临判？对，那次讲到庭临判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讨论过，我跟我法界的朋友，大家也在讨论到庭临判到底是用什么角度在切这个？到庭临判通常会有一种感觉是你预防性的羁押嘛，哈。那所以跟柯文哲这样的行为弄起来，我觉得他的判决大喝大败啦。就是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中间值这个部分拿掉了。我觉得他就是大喝大败。那如果我觉得一般，如果说你是无罪，那你就不用来也没关系啊。叫你来这个，要是我是他，我会觉得有点毛啦。那我觉得柯文哲他自己心里应该是比较惶恐，所以才会最近一直很频繁的去发表这些言论。再加上徐汉中油最贪的执行长，这2天不是才跑掉了？那真的有人会这样干哦，就是直接把它剪掉跑掉，而且怎么会好像还没奇怪，怎么那么容易啊？他到底用什么剪啊？是大剪刀剪吗？那个剪其实还蛮容易的，因为它就是电子反应的问题啊。那剪了应该就哔哔哔哔哔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哔呢？所以后来是现在才有人讲说，应该是那种以后发明的是那种只要一剪就被电到，像狗狗的那种，那很过分的那种。那不知道，反正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柯文哲显然他所做的是采取他预判他觉得不会很好，然后一审重判，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在采取，不然你怎么会马上就说我要召开国际记者会？对，那我认为这是他目前。那好，那一天如果真的假设柯文哲进去了，或者是判，不要说进去了，就是重判，所谓的重判是他没有10年以上是对10年以上没有办法让他继续选总统的话。我觉得那对于某一种程度，你就可以看到黄国昌他的角色
或者是说他的复活力又回来了。不过如果讲说对柯前主席的这件事情，方老师可不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对蓝白合会有影响吗？这个判决？我觉得他现在，你看他最近的情况有点糟煎了。我觉得李珍秀的事情大家看得很清楚。其实李珍秀，我认为对民众党的形象是有伤。但是柯文哲为什么执意要搞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就是，因为第一个当然他自己这样认为啦，就是他认为他是被政治迫害，他是做政治黑牢，他觉得他没有贪污，就是赖清德用司法系统来整他，所以他现在就是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就是跟你硬干了啦，破罐子破摔了，就是他找李珍秀，那因为民众党如果没有李珍秀，也没有新闻啊，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他今天还找其他2个民众党立委一起怎么联合质询？他要制造那个社会的舆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反正大家一起就是共同毁灭吧。我觉得他现在的心态是这样子。不过刚刚既然提到李珍秀这件事情啊，有叫李珍秀，你要叫李珍秀委员，你要叫，但是现在多了一个是李珍秀代理召委。OK， 现在多了这一块。对，因为你看啊，包括行政系统都叫李珍秀，然后蓝白阵营呢直接叫李珍秀委员，今天多了一个代理召委，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代理召委呢？让你看一下相关的报道，来。为了要护航一位双重国籍的中国籍民众，那在这边开了委员会史上的先例。不好意思哦，时间可以暂停吗？因为我们召委不在，是代理召委，请尊重代理召委。不好意思哦，我们时间先暂停。等一下时间，我们先让代理召委先想召委回到座位上，我们再进行会议。先休息，让廖先祥召委回到座位上，我们再继续进行会议。不要耍这种小动作。代理召委，请不要没收我质询的权利。时间暂停，请时间暂停。来，现场有2位委员，来对，代理召委没有这个名词啦，召委就召委嘛，一个委员会就2个召委嘛。对啊。那有时候这个召委，因为有时候譬如说外面在拖车嘛，也可以刷掐。你2个还可以刷掐？刷掐。因为以前讲呼吸治疗不好听啦，要去呼吸治疗不好听，所以就说，有人被拖掉，我来刷掐去。那刷掐的时候就是这个召委啊，就是这个会议的主席啊，就那一场他是主席。譬如说像以前庄瑞雄，就是说，阿川啊，你来帮我主持之类。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上去，然后呢，现场大家也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的你也不会说你是那时候是代理召委，不会啦，就是我们上去就点而已啊，就只是。换 A 讲完换 B 嘛，那我们练的东西都是旁边议事人员拿给我们练的，我们不会多讲话啦。那今天就是李珍秀就是廖先祥不知道要去干嘛，他就叫上厕所了，在上厕所，去上厕所，然后就叫这个李珍秀，廖先祥也是故意的啦。对啊，因为现场也有别的国民党的立委在啦，照道理。他会找国民党立委，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协调民进党的立委，反正就是坐上去大概几分钟而已哈。那他故意让他坐上去，那李珍秀自己说我是代理召，其实他们今天出逃很多啦。一开始是3位委员嘛，对不对？就是说，因为这个官员不接受李珍秀询问，质询，那他们就说好，那我们3个都要站上来。那3个人，我们1个人5分钟，3个人15分钟，我们要问15分钟，所以你这个陆委会的主委你就要上来了。那陆委会主委就说，那李珍秀的时间呢，我都不回答。那换另外那2个的时候，我回答。而且我们委员会没有在联合质询啊，我们只有那个院会才有。那委员会从来没有联合质询过，议会里头有，可是我们立法院的委员会没有。那这个例子一开啊，以后无法收拾啊，以后可能10个联合质询，3个联合质询会乱七八糟。所以今天廖先祥也不太敢做这个决定，所以后来就弄了一个，就是说好，那李珍秀时间到了就换另外人讲。No。可是呢，他们又不甘愿，因为就是他在问的时候，这个陆委会主委都不回答他。对。那民众党也蛮有趣，民众党上面写什么护航官员，什么民主支持，那牌子就放在李珍秀旁边，那就是李珍秀是民主支持。好，然后呢，那几个因为又是新同学，搞不清楚镜头在哪里，他们就把那个牌子啊拿去放在李珍秀的前面，把李珍秀挡住，然后拿给那个摄影机。后来那个摄影大哥说：“闪开啦，挡到李珍秀了啦！”然后他喊闪开的是2个立委，就那2个立委闪开，因为你们挡到李珍秀了。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荒谬的画面就对了。然后呢，这今天李珍秀问了什么？有人知道吗？也没有。那这样有一段大家知道，就是李珍秀问的时候，那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就不答嘛。对。然后所以到最后是李珍秀问，然后是主席廖先长，然后再转述给然后就传话总机啊。这是他们旁边的一个幕僚建议的啦。就是说，因为李珍秀问邱垂正不答嘛，那就李珍秀问，然后廖先祥就当翻译机嘛。那翻译机翻给邱垂正，邱垂正就回答。廖先祥没有回答李珍秀，无聊嘛？那就他们整个党就卡在这里，就出不来啊。那国民党今天是有来帮忙协调啊，国民党像王宏威今天他们都有来，但是他们来都很低调，就说哎呦不要这样啦，就让他问一下嘛，不要冲突哈，就是也没有争执哦，就大家都蛮和谐的。然后后来王宏威他们就走了嘛，因为国民党也不想淌这个浑水啊，因为。今天民众党是全员到齐，就是包围这一个台子啦，所以后来廖先祥，因为我们一直跟廖先祥讲说，你不要立这个惯例哦。卡在这里就出不来啊。那国民党今天是有来帮忙协调啊，国民党像王宏威今天他们都有来，但是他们来都很低调，就说哎呦不要这样啦，就让他问一下嘛，不要冲突哈，就是也没有争执哦，就大家都蛮和谐的。然后后来王宏威他们就走了嘛，因为国民党也不想淌这个浑水啊，因为今天民众党是全员到齐，就是包围这一个台子啦，所以后来廖先祥，因为我们一直跟廖先祥讲说，你不要立这个惯例哦。因为你只要立了这个惯例，以后所有委员会没完没了。那廖先祥你会变成第一个人哦，所以廖先祥也很紧张，就一直喊休息，一直喊休息，一直协调，因为他不敢做决定啦，所以他就弄了这些奇奇怪怪的方法。不过各位想想看，就是说为什么民众党需要全部人葬送在这里？真的今天民众党另外7个在各委员会的质询，有人知道他们问什么吗？没有。今天王安祥在国安委员会有问问题啊。没有人知道他问什么啊。那这些人，比如说北港那个妈祖婆请他来的那一位立委，他今天就整个就葬送在这里啊。他回去妈祖问他，你今天去问政了什么，他也讲不出来啊，没有意义啊。就是整个全部弄在这里，耗在这里，对民众党到底有什么好处？那你好，礼拜一这样啊，礼拜3还要再来一次啊，礼拜4再来一次，整个党就这样子啊。你觉得柯文哲为什么要这样？就为什么？其实因为柯文哲现在等于是掌实权嘛，大家都说李珍秀要不要换掉，要不要什么？柯文哲占非常重要的一个。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就一定要让他这样？没有，就是冲突。就是要冲突，就是因为没有冲突，没有新闻啊。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没有李珍秀这个冲突，民众党今天有新闻吗？也没有，因为黄国昌不在了嘛。黄国昌不在就没有冲突，没有新闻。因为民众党这一批的立委基本上都是温文儒雅型。他们这几个没有很激动的，都是温文儒雅型的，所以他们问政啊也是蛮平铺直叙的。我观察他们都算是一般讲说就比较理性的，一个字一个字讲的这一种，所以不太会有新闻。那现在全部新闻都在李珍，因为柯文哲就在乎声量，没有民众党3个字他很痛苦，包括黄国昌也是一样，所以就让李珍秀继续弄下去。我不觉得他们有在想备案。他们就一直这样下去了吗？一直这样下去，因为民众党没有声量，他们活不下去了。你连妈祖婆那个名字你都不记得，对不对？蔡春丑，你怎么没有？你应该是不记得吧？不是因为那个也算是地方阿尼基，我们不能乱讲啊。这样讲，然后你还把它讲出来。来就是，可是这算是开了先例嘛？而这整个过程，可是对老百姓来讲就每一天就要看到像这样，上一次对空气质询，然后这个礼拜就再往前进一步，然后连代理召委这名词都出来了。那下礼拜呢？就每个礼拜大家就是这样子吗？第一个，我觉得国民党还是蛮挺李珍秀的啦，不能说我们不挺啊。因为后来廖先祥其实也有对官员讲不客气的话啦，他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再用性别去称呼委员的话，那以后他就用性别来称呼官员。比如说今天是邱垂正主委嘛，对不对？那以后就邱垂正先生，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
所以他还是有帮李珍秀讲话。那当然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是觉得说，李珍秀他既然那时候中选会审查他的资格，好，包括后来他宣誓完成，他就是立法委员，他就是有资格的立法委员。否则他为什么没事可以去内政委员会？他为什么可以进去？他为什么可以在立法院办公室啊？为什么可以院会？他报告第一天还跟王一川握手，两个人笑很开心。他为什么可以进到那个议场里面？就是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呐。那既然已经是立法委员，那如果行政机关认为他的资格有问题，好啊，那天韩国瑜不是有协商吗？大家也表达意见嘛。民进党是认为说，也不能有双重国籍啊。国民党这边认为说没有啊。那赖清德又没有证明制宪，现在又不是台湾共和国那就不适用国际法，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大家现在讲法各说各话嘛，那最后就司法来裁判嘛。那在资格还没有被取消之前，他就是合法的立法委员。那当然官员必须要接受他备询，这是我们的立场啊，所以我们都有帮他讲话。那廖先祥今天让他去当那个代理主席啦，应该是叫代理主席啦。我是不知道赵先祥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应该是故意的吧？私下有问他，有这么多人在。对，我们大家有私下问他说你怎么那么刚好？黄捷在质询的时候你就离开去上厕所，他说他紧张啊。等一下，看到黄捷紧张哦。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紧张到上厕所，他是不是也是随便乱讲的？有可能也是，他有可能也是开玩笑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有点故意？我不知道，这我就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表示挺他。那我觉得这个僵局到底是谁造成的嘛？对啊，当然民进党会认为说是民众党你为什么非要李珍秀？但我们也会认为说，那行政官员你为什么就故意要这样？像上次在那个议场的时候，哇，民进党在包围李珍秀，我觉得那个就很霸凌他，我就看他觉得非常的很可怜啊。然后后来陈玉珍去跟他拥抱。吴思瑶又骂陈玉珍啊，说什么亲中立委不演的，不是这种，就是都是这样乱骂一通。那所以好，现在好委员会现在变成这样，我是不知道之后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了哈。那之后，那如果院会嘞？院会接下来大家一定会看到，因为要质询行政院长的时候，就像刚才今天那个画面一样，就总机转一下嘛。对啊，那韩国瑜院长根本不，难道韩院长会帮忙说，比如李珍秀在这边，然后官员就不上台。我是韩院长在这，如果李珍秀在这，然后行政院长在这，那怎么样呢？就你讲的转我这儿，那可是我们上礼拜我讲嘛，就是院长请院长上来，对不对？立法院长请行政院长上来，就跟今天召委请部长上来嘛，那就是不上来啊，不是会上来嘛？你这个韩院长请卓院长上，卓院长一定要上来。不可以不上来，那上来之后我就不语嘛，就你讲你的嘛，反正时间倒数计时就最后变0嘛，那我就不回答你的问题嘛。但是问是上一次李博义是根本就不请他上台这一次要先想为什么请邱元正上台，他会上台？不是，那就是因为民众党联合质询，不是官员就接受那个主席的要求嘛，尊重主席嘛。上次是李博义当主席啊，所以他说你不用上台。上次是民进党的高雄立法委员李博义，跟台北市议员李博义没有关系。所以接下来是韩院长或者是这个江副院长请卓院长上来，卓院长一定要上来，你不可以坐在那里。那你上来之后，他问你问题，你可以不要回答吗？那第二个当然，民众党接下来一次又同一招嘛，就傅昆萁那一招嘛。傅昆萁每次上来站3个人，他1个人讲，另外2个都没讲话嘛。对。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是一样，就是李珍秀会站中间，其他2个帮忙拿牌子，然后都李珍秀问。如果是这种问法，45分钟会全部消耗掉。因为只要李珍秀问的，卓院长就不会回答他。如果李珍秀问，请旁边陈清龙翻译，陈清龙翻译完，卓院长就会回答他。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到时候来看一下，不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以前没发生过这个事情啊。对啊，以前没发生过的事啊。可是好，来任俊，先问一下，刚才袁志友姐姐讲，那为什么行政官员就一定不能让他这个样呢？他说，因为刚才阿川一开始就讲嘛，就民众党，你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就是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然后就一定要这样呢？那白银跟蓝银就说，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够就抓得这么紧？你们就不能够松一点，让他去完成他立委要讲的这些呢？可是李珍秀不止，他上一次在媒体上已经讲，就是说共产党照顾他爸妈照顾得很好。他现在去馆长那儿，他也再讲一次啊，他还讲馆长是两岸的福星啦，是福星嘛。然后讲说，他也讲说，对共产党把他爸妈照顾得很好。你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些，这整件事情。那如果照专刚讲，那民众党看起来柯文哲也没有转圜，虽然知道对他们会有影响，
但只要不到灭党就往下走啊。其实你看刚刚看蓝白的这几天的这个做法，包含刚刚这个元之的发言就知道嘛蓝白之间的现在的状况就是皇城之内一片祥和，大家都感觉上，对啊，为什么不给他呀？我跟你讲实话啦，我相信蓝白委员很希望这个事情不断的继续下去因为其他事就不用干啦，每天就在那边讲李珍秀就好了，我法案也不用审啊，就像今天大家这么期待这个军购条例，结果不用啊，大家也不用讲，讲一堆废话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讲，不要替韩国瑜担心啦，不要替韩国瑜担心，韩国瑜很聪明的啦。等到那个尴尬的时间出现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叫江启臣啦，不会是韩国瑜了啦。那个他何必自己去搭这个？因为问题就韩国瑜造成的嘛。韩国瑜让他宣誓就职，真正的症结点是这一个，你立法院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在他宣誓就职前，你没有先确认他有没有完成这些手续。今天大家最根本就讨论这件事，结果你坚持要给他上去，这样上去之后还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那个朝野协商，然后朝野协商没有结论，就因为没有结论，所以我当时让他宣誓就职。你们要保护他，是保护李珍秀还是保护你韩国瑜？致死乱搞的就你们嘛。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廖先祥是不是故意的？一条杠嘛。你随便的，老实讲啊，那个主席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起，我没有要藐视你，但是因为会议规定嘛，要主席坐在那嘛。你随便拉一个，其实以前老实讲啊，大家就看一看，为什么有时候会找同党的？因为另外一个召委也不在啊。李博毅的贼啊，民进党那个李博毅就站在那边，你看他那边晃，你就算人有3级，不好意思，哪这个人上来，你刻意故意要去找李珍秀嘛？李博毅的贼啊，民进党那个李博毅就站在那边，你看他那边晃，你就算人有3级，不好意思，哪这个人上来，你刻意故意要去找李珍秀嘛？我讲实话，你这样只是让李珍秀更难堪而已啊。为什么？什么叫代理召委？就没有嘛？他为了凸显我就是个立委，然后自己攀不上上市也一样啊。这次又跑出来我是代理召委，不是你搞不清楚，你对立法院完全不熟悉。你也没有打算做功课，你也没有打算融入状况，因为很简单，蓝白都不希望这整件事情有结果嘛。没有结果，我们就继续扯李珍秀就好了啊。我们要捍卫李珍秀。我讲更直接一点嘛，李珍秀说共产党很照顾他的父母，跑去中国，跑去那个阿管那边，对不对？对阿管我都要笑笑的，因为阿管就是个生意人，他就脑袋只有钱啊。就是你去那边吹捧阿管，那我问一句，你会对所有台湾人来讲，请问中国共产党他照顾台湾人哪里？我们参加非航组织不准参加，我们参加国际卫生组织不准参加，都要他同意。国民党可以反驳我啊！你们觉得李珍秀讲的这么棒，李珍秀这么好，他这么吹捧的中国为什么在这么多国际组织都不让我们参加？然后我们讲对啊，你看中国共产党去照顾李珍秀的妈妈，照顾他的父母，所以他好棒。你没有办法说服我，不知道国民党能不能说服自己说，当我们很多东西不能参加，然后还要出来讲说，你看李珍秀这样我们大家来帮他说，我不是要质疑李珍秀，而是我就讲这件事情争议到今天为止，李珍秀告诉全台湾的是，他有没有做好一个准备？除了他一直在那里哀说什么这个我的资格怎么样，你们不让我怎样，你要来尊重我。今天跑出了一个叫做你要尊重我，因为我是代理召委，大家听完都笑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你说柯文哲在不在乎李珍秀？我讲白，他根本不在乎啦。民众党还有7个立委，这7个立委，好凑除掉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柯文哲可以跟他私下协议让他继续干的那一个之外，因为法案还没过，对，那你好歹有6个吧，还有6个，这6个好歹在学术界有很多人都待很长的时间，他还有很多的学生什么，大家都在看的。柯文哲不在乎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不重要啊？这几个人他宁可让他们拿着板子在那，我不知道他们的学生看到说的老师在那边，而且你也站错边了啦！你怎么站在李珍秀的旁边呢？你们站错边了啦！你们在另外一边才对嘛？就护航什么的，你们要这样，你们站错边，就他们根本也不在乎。为什么？所有人都拔草啊，对吧？我把这些老师教授找来又怎么样？反正就为了一个李珍秀，其他7个也可以不用干事。
国民党现在看来民众党这样干，我们也很棒啊，对不对？大家都省得轻松，我们干嘛去谈法案，干嘛去审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每天就在那边谈李珍秀，然后就给他报，给他怎样，就觉得好像对，我们就在这件事情要，那我就讲国民党没有别的事可以干了吗？总预算要不要排一下？你们要不要真的认认真真来谈一下总预算了？你其他的都不碰，好歹总预算可以碰了吧？应该会碰了吧？也希望嘛，我们也希望嘛。已经说，如果总预算再不审，然后对他们是个伤害。但是我应该要排了吧？但是我讲实话啊，你现在去问国民党的人，你到最后大家会听到一句，我们就看党中央啊。到今天变成是我们买不买军购，我们过不过要看党中央，要看国民党愿不愿意给。你拿的是全台湾的人拿来去成就你个人要的那一个。你多看中我一眼哦，对不对？你要看中我，就给你加恩哦；不看中我，我告诉你就不要。不然你把这个东西已经简化成为你每一个人在那里讨，在那里要，然后再来告诉大家讲说我们在立法院，我们是个委员，我们走路有风，我们多么的正直，你很难说服大家。所以我讲，现在你说国民党真的在乎李珍秀吗？你应该在乎的是立法院你整体的状况，而不是只在乎一个李珍秀每天跟在那边混。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对你可以预想得到，接下来在整个院会，如果要是整个质询院长的画面，应该就跟阿川刚讲那个状况，应该就是会出现这些。这一直到中选好，那接下来就看中选会是不是会决议要不要去提诉讼。我讲过了，提诉讼以后那就打官司了。那打官司的过程，应该各位看到的还是这样的一些的场景。OK， 好，那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好，那大家各自心里面有想法。但是对国人来讲的话，范老师，请问一下。赖总统为什么在这2天会抛出就是核能议题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时候，有人是直接讲说，对赖总统来讲，他可以不要抛这个议题啊，因为2028连任以后抛也可以啊。可是这时候抛这个议题，媒体上有报道说，国民党等一下阿川可以回应这一段啊，就民进党团里面的委员也是一片错愕，因为大家说，不是应该如果这么重要，要不要沟通一下？范老师，你觉得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那非核家园整个政策的一个大转弯吗？但你看到包括像庄瑞雄委员他们出来讲，没有啊，那只是那些条件在重申这些条件的状况，到底有没有改变？我想民进党有说有那个3原则嘛，那现在当然就是我认为赖清德会有放出这个讯号，应该是他其实在他上任总统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不排除有所谓的更新的技术，或者说是这种小微型的核能的发电，他已经主动提出这个，所以我认为他对核能的问题，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开放的心态。那加上就最近我们知道嘛，这个伊朗战争，那我们看到最近日本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核试要冻结，是马英九当总统，而那时候刚好日本发生了福岛的事件，造成非常重大。那个时候，当然我想国民党当然也是在压力之下，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已经全部改变了，包含现在我们看到法国是最主要的核能的推动。那如果日本在经历过福岛事件这么大的灾害之后，他们也开始重新恢复核能的话，那台湾这个议题，当然我觉得是有讨论的空间。那加上就是我们目前就是我们现在的核1、核2、核3。他等于说，如果他的检查都通过相关的评估 ，OK， 那目前还是以备用为主。所以如果台湾真的发生到这个中国对我们进行的这个封锁，那是不是可以启用核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做法啦。那包含很多工商业界也都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当然赖清德他就必须要面对的是党内的人对他的批评。就是让我觉得政治人应该说，就连赖总统这2天抛出这样的一个议题。是不是要跟党内里面大家都先讨论过？因为媒体上报道是说，阿川，你前面知道吗？赖总统要讲这个议题，不知道，因为媒体讲的就是可能问了一些民进党的委员，所以你看媒体的用字遣词都是党内很错愕啊，什么意思是说大家好歹先讨论过才知道那总统要抛这些，光抛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大家讨论？我觉得这个当然民进党我觉得有个跟国民党不一样的 DNA。就他勇于去面对问题，勇于去改变。我举例来讲，阿扁2000年当时要当总统的时候，他们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等于说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嘛。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当时独派有没有批评？批评啊，有台独党纲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你既然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当然，阿扁那时候，我认为他也不认为他当选，可是你这个党就要去面对党内的问题，而且要去说服党内的强硬派。所以国民党今天最麻烦是什么？他党内的强硬派、亲中派，郑丽文不
不去说服他们，所以你就越来越走向红统嘛。那在当时阿扁有没有被骂？有啊，但他要去说服那些深绿的，然后再来就是小英的时候，同婚，党内有没有人反对？有啊。然后再来就是小英的时候，同婚，党内有没有人反对？有啊，对不对？这个我长老教会是最挺民进党的，当时有多少牧师出来反对？那小英要去说服他们呢，跟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走向同婚？同样的，今天过去民进党是反核，那我们今天面对到新的趋势、新的这个，而且核能的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演变，那我觉得赖清德敢于去面对这个问题吗？那他要怎么去说服党内的到过去反核的人士，包含林义雄先生？那我觉得他当然要有一套论述出来。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他要去他的这个 DNA 很重要，是面对问题要敢于去碰，而不是逃避。那当然小英的时候，当然我们做了非核家园，而且赖清德已经讲非核家园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接受他的论述。那我觉得就是说，小英当然他是非常支持的是这个我们的风力发电这些，但是终究绿能我们也必须要很正式的面对的是它的成本高。好，那这所有这一切，元之，国民党，因为我看国民党跟民众党都直接说要赖总统道歉，为什么？第一个我其实蛮乐见他的发夹弯的，因为我是挺核的啦。你想想看，他几个月前那个时候2025年有一个公投嘛。是核三研一沟通，赖总统都反对然后忽然间几个月后就变成说，核二核三有望重启，时间点都讲了，核三大概2028嘛，然后核二大概2029嘛。那我是有看到很多青鸟还是什么在那边讲说那是因为依法行政那是因为什么核关法通过，核关法通过是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核关法在修什么啦。核关法是修的是说以前核电厂如果你要延役的话，必须在停役之前提出申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卡死嘛，因为核二核三即将要停役了嘛，就没有延役的机会了，所以把这个修掉，把它修成说就不受那个限制。但是至于说要不要延役，要不要送再运转计划，那决定权还是在台电，还是在行政院。所以现在行政院跟台电送了再运转计划，3月底就要送了。这代表说行政院想要用核能，否则他连送都不用送嘛。按照以前非核家园就不要送啦，不然核废料帮你加核安很危险的，干嘛要送再运转计划？他送就是他想用嘛，否则他连送都不要送就不要去扯什么依法行政。OK，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发夹弯那我乐见，就是赖总统，虽然你几个月这样变来变去这个之前意识形态误国，否则你如果觉得核电那么重要，其实你之前就可以准备，不用等到现在好像火烧眉毛了，然后才开始要重启核电。你要最快也要到两三年后。OK， 那但是我觉得民进党为什么？其实我是不会叫赖总统道歉，因为我乐见但我希望民进党立委可以道歉。我就秀一个图给大家看，赖总统是不是有讲说肯定感谢立法院通过核管法？其实不是肯定立法院啦，应该是肯定蓝白啦，因为民进党51票都反对嘛。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梗图，是攻击我们的梗图。这个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里面那一天，大家举手通过核管法，他们就马上讲说，你看想重启核电又不想负起核废料污染核安责任的蓝白立委们，然后就骂我们说我们是用举手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用点名的报名号，叶元之支持，谁反对，为什么不敢用，要用举手的？不是他的委员会大家都用举手，都是举手的嘛。然后就刻意攻击 ，OK。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核管法的时候，民党一堆立委这造谣说哎呀蓝白强行通过核管法，有一个什么张亚玲立委不分区的民进党的他说蓝白是不是想要帮中共攻台开后门？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跟中共攻台有什么关系。然后范云蓝白通过核管法就是反国安反族群正义。然后反什么，我妈大罢免大成功每一个都最后都是借大罢免大成功。那我请教一下，现在赖总统肯定我们那请问一下，那时候反对这些人造谣说有国安问题，或者是中共攻台开后门的这些，赖总统肯定我们，你们那时候罢免我们，按照这样标准，你们是不是应该自请辞职来，要直接回应一下。这个我们一开始听到，我们也不知道状况嘛那后来看了赖总统的逐字稿，那就
我们就不担心了嘛。赖总统逐字稿重点就3个嘛。台电出来保证核能安全，保证完全安全。第二，核废料放哪里？台电告诉大家核废料放哪里。第3个，核废料放哪里，全民有共识。放那里，大家说好，那就放那里。全民有共识。这3关听完就是不会过嘛。核安会不会过啦？台电它可以申请啊，你申请你的啊，台电你申请你的，核安会就不会过啊。因为光第3点就不会有共识啊。第3点，徐小新说放他家，那他旁边的人也不要啊。不会有共识，社会不会有共识，所以核安会审查也不会有共识。你就台电送你的，你就送啊。台电当然有权利送啊，核管法通过你就去送啊。台电想要有很多电，很多多元的电，那你台电去送，反正核安会就不会过。那阿川，那为什么在这时候赖总统要抛这个？如果根本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也根本不会过，那为什么要抛？不是，就台湾现在在谈电的问题嘛，那台电觉得电要多元嘛，站在台电的角度，他觉得他可以重启嘛，所以他去评估嘛，但他交了一本评估报告给核安会嘛，那核安会看完。如果核安会看完说啊，你就没办法保证安全啊。那当然，现在很多人说，哎呦，现在有很多很安全的，在哪里呀？在哪里？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地点？他们现在核能发电非常安全，那里的民众都支持，完全没有核废料，哪里？哪里？全部都吹牛的啦，就说那个技术啊，有可能会到啊，到了没啊？所以台电没办法拿出一个告诉全民。这个保证安全，核废料0，放在那里，大家接受。那如果这3关都讲不出来，一关过不了，核安会就不会过嘛，就这样。所以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改变，这3个原则，赖总统完全没有改变啊。你有没有听到？有。那我觉得那个阿川讲的算是清楚，就代表说这个虚晃一招，反正也不会要用这个核电。我觉得 OK 啦，就至少他是政治人物里面讲得清楚。你知道苏巧慧讲的多空吗？因为记者昨天去问苏巧慧说，关于这个核2重启问题，为什么问他？是因为核2在新北市。对啊，他们扯到新式核能去了然后又扯那个3原则啊，3原则所以怎么样嘛？核废到底3原则就是说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共识。我就问了，那请问一下苏巧慧，你觉得核废现在算不算有解？因为无解啊。你觉得无解？无解啊！那苏巧慧为什么你不说无解？你讲啊！你反核就你反核就讲嘛。台电你要拿出解啊！台电你要告诉万民的居民怎么解？他现在解的方式就是因为那干式储存槽。谁跟你说的？谁？台电讲的啊。谁？他现在干式储存槽已经准备盖好了，所以要把那个水池里面新北市政府同意吗？新北市政府同意吗？没有，要问苏巧慧嘛。现在是问苏，不是侯友没有那个盖好已经是2028，所以核2为什么是2029年？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谁跟你讲2029年呐？谁讲的？台电讲的嘛。本来核3是说2028，核2是2029，你知道为什么吗？不要拿错误资讯，不是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拿错误资讯，就是这样。不然媒体一个标题，大家就看完赖总统的逐字稿，完全没有变过了。没有，赖总统是讲一个态度跟立场，你当然细节是要看像经济部跟台电的说法嘛。好 ，OK， 那我知道大家对吧？每个人很简单1分钟来。是，你刚刚为什么笑？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民进党内部其实如果可以先把这整件事情沟通清楚，比如说像阿川，我可以理解阿川，因为他就是从头到尾是反核。你就算是 AI 的需求、电力和需求很多，我们想其他办法来解决。可是因为现在总统已经讲了这样的话，那人家当然就会觉得，好像核能是未来可来的方向，所以这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时间点讲这个，是不是由行政院长出来讲会好一点，不要直接拉高到总统的层级。直接拉高到总统的层级呀。那其实要改，我是觉得如果有安全的，那也无妨，只是要把这个状况给说明清楚。但是如果到最后又变成是大家比较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就有点麻烦。OK， 来将军1分钟来。我觉得核电呢，为什么会谈核电？因为未来 AI 产业越来越多，用电势必会上升嘛。那么多一种探讨不是很好吗？有没有改变？对赖总统或的整个那个，我觉得他讲的那3点，就是第一个不能有危险嘛，第二个核废料要能够处理嘛，第3个大家都同意嘛。
那这不废话吗？不是那这样，那如果这样，那为什么在这时候要抛这个议题出来？就是不要讲，就是也不会就看看技术有没有突破嘛，说不定核废料突破了嘛。对，那如果没突破，那就还是这样嘛。来句。我不认为会没有改变啊，因为第一个你觉得有变？因为总统他很刻意的跳过行政院的层级，如果看他讲法，他是连经济部拉进来，经济部直接跟总统报告这件事情是很怪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认为他态度在变，因为已经讲到要把这个相关的计划送出去，那如果最后是大家都不调整，那你怎么办啊？但我觉得刚刚李川供的那个确实是民进党现在内部的讨论，但我觉得有些数据是错的，要讲清楚啊。过往我们在这个所谓核废料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都是把用过的燃料棒放在湿式储存槽，然后它已经满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移至到其他地方去。但是核一厂的干式储存槽在2025年的5月1号已经拿到执照了，也就是在当时台电其实已经公开讲过，我给你执照就代表我可以把燃料棒从湿式储存里面拿出来放到干式储存。你知道那个预计是到民国多少年可以用吗？2070年。所以代表就是说，如果我把湿式的部分移出来，让它进入半衰期的过程当中，进入到干式储存槽，基本上核一的问题已经解套了。核二的干式储存槽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它可以完工，所以我觉得今天赖清德这一个，我相信他一定有迫于他的压力，不管今天是美国要求你对于能源的部分做怎么样，可是因为他没有跟党内的人先沟通，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也听到一些民进党的立委其实对这件事情相对比较保留，为什么？因为赖清德这一次的做法是完全跟过往不太一样。你只能说总统保密保到一个极限，没有告诉其他人。OK，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会讲到电啊，好的，刚刚讲，不管我们未来的 AI 需求啊，是不是需要大批的电力？当然，眼下可能现在美伊战争已经打到大家各自把各自的连民生需求都考虑进去了。美国川普24小时现在已经到最后，到明天早上是最后24小时。然后呢，川普就讲，如果要是你不投降，我就打你最大的电厂。然后伊朗就说没关系，你打我的电厂，那我不止打这个，我包括海水淡化厂，包括什么全世界我都打。现在已经不只是单纯在打军事目标。来，将军，请问一下，川普讲说要攻哈尔克岛这些，然后逼他开放那荷姆兹海峡这些，伊朗每次回呛那些东西，你都搞不懂这个战争这样打下去到底会变什么样？这显然已经超过了川普最早讲的4天，后来变4个礼拜，这一定会超过了。现在看4个礼拜也一定会超过。就现在变成什么字？你敢碰我，你敢碰我的头，我就踹断你的脚。现在就变这样子啊，那不就鱼死网破了吗？那大家可以看到。川普说：“你如果再不把荷姆兹海峡开放，我告诉你，我就把你们打到一片黑暗，电都没了。好，你一片黑暗可以啊，我就让中东地区所有人没水喝。那你认为这个有得谈吗？那可是谈到最后会怎么样？谈到最后川普一讲，给你48小时考虑，你知道那原油一桶升到101.5美元哦。后来这个伊朗说：好啊，你把我的电打到我看不到东西，没有电，我就把所有的淡水那个海水淡化厂全部打烂，那你没水喝，那油价又从101.5变成99块美元，你不觉得这很怪吗？就表示全世界都在观察这伊朗跟美国到底谁比较狠。可是他如果真的打这个岛，为什么媒体上有形容就打这个下去，感觉上就万劫不复，就焦灼了。这个哈尔克岛这个地方是伊朗90%的石油，对，几乎都从这边出来。那如果你派兵进去，你打飞弹或是打远程攻击都很简单，打完你就走了嘛。可是你说陆战队也好，5000个投进去，你认为你5000个投进去就变成别人攻击的目标，伤亡一定会变大。你这5000个人进去，那个哈尔克岛就那么小个岛，你躲哪里？躲在储油槽旁边吗？还是你要挖工事？来不及挖嘛。所以你去了就变成伊朗攻击的一个目标。当伊朗攻击这些陆战队再精锐，它也不是钢筋铁骨嘛，对不对？它也会受伤。那一受伤，整个状况就从空战、轰炸变成陆战队的突击作战，最后变成陆军介入。那这个不是3-5年解决了，可能要跟阿富汗的战争一样，一打就10年20年。所以我才说，如果以一个战略来讲，你要达成哈尔克岛被迫他不能把这个石油运出去，这叫战术作为。你不要为了战术输了战略。美国的战略是什么？不要焦灼，这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就是说不要焦灼，还能让伊朗投降。那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他不焦灼，
那你又投入了一个部队去占领哈尔克岛，那变成赢了战术，没错，你短时间之内还没有石油了，可是呢，你的战略不焦灼，完全输了，赢了战术，输了战略。我认为川普不会这么笨了。好，可是任俊，24小时快到了，大家都觉得伊朗还有多少的包括未来能够续战一些能力？没有啊，它飞弹还可以直接2个飞弹打4000公里，然后去打，不管你说有没有打中，但是表示它还是有能耐可以做这些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全世界都要卷进去了吗？我认为川普不会这么笨了。好，可是任俊，24小时快到了，大家都觉得伊朗还有多少的包括未来能够续战一些能力？没有啊，它飞弹还可以直接2个飞弹打4000公里，然后去打，不管你说有没有打中，但是表示它还是有能耐可以做这些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全世界都要卷进去了吗？所以看起来伊朗确实做了一件事情，叫战力保存。对，而且它的战力保存在之前就已经先移转完了。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虽然一直对于这个伊朗讲说你不要再轻举妄动，但伊朗一样用军事行动回击给你嘛啊。现在大家看起来是川普要求要重新开放这个所谓荷姆兹海峡，但是你看伊朗的官员说，我不是只要给川普教训，而且我要给他历史性的教训。什么样叫历史性的教训？大家发现到川普一直纠结在跟对外宣传说你今天这个伊朗拥有核子武器，但是其实核子武器真正另外一个问题是，那它有没有长程的载具，可以带着这个所谓的核子武器往外走呢？现在看起来伊朗说我有，为什么？首先呢，21号的时候，他发射了2枚弹道飞弹，是击中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中南部的城市。但重点是因为以色列的铁穹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特别发挥功能哦。那我先讲，上一次伊朗能够成功的去攻击这个以色列，用的东西叫做饱和攻击。这一次看起来没有使用所谓的饱和攻击，但是它的飞弹依然突破了所谓的以色列的防空网。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媒体去报道，就是说居民现在开始会害怕，为什么？因为呢，以前没感觉，他可能完全信任他，但是现在可能会发现到有点问题。第二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哦，因为英国政府呢，现在美国都说谁要跟我站在一起。英国政府在礼拜5的时候授权美国使用英国境内的这个军事基地。伊朗现在做法就是这样，你跟美国站在同一边，那我就开始攻击你那我就看你愿不愿意撑看你能不能撑。结果就发现到伊朗这时候蛮奇怪的，因为他是对着不是对英国本土但是他对的是这个英属印度洋领地一个 Diego Garcia 的这个岛发射了2枚飞弹。那我给各位看事实上他发射2枚飞弹的状况是这样，你从伊朗这个地方发射，直接打到这个岛了，它的距离是3791公里。3000多，将近4000公里左右的射程。刚刚主持人讲，先不要管它有没有打到，对啊。但是我敢攻击你这个岛，就代表什么？我的射程有达到这么远。美国真正 care 的不是你今天核子武器是一件事，如果你出不来也没用啊。对，你就在里面，对不对？我看你怎么干嘛？不能在你如果能够打出去，那开什么玩笑？今天伊朗就告诉你说，没有啊，我的距离我其实可以发射了。我有这么强大的一个载具，因为过去其实这个美国所掌握的情报认为说，伊朗现在所拥有的洲际弹道飞弹，它的射程大概是在200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的情资的问题就代表的是，你以为它只有2000，但它没有啊！我这次一打2颗，直接对着4000公里左右的目标，我就打出去了。OK。来，慧珍，最后很简单告诉大家，那个海水淡化厂如果中东被搞成这样的话，那个影响有多大？卡达的天然气被炸得很严重，对它的影响呢？我跟你讲第一个海水淡化厂这个部分，他们已经说估计至少中东就有1亿人1亿人会因此而受到影响。那很多的国家，包括你什么知道卡达啦，然后沙特阿拉伯，他们对于这个海水淡化厂的依程度大概都7成到9成，所以一旦被炸掉的话，那个真的是有一个水源的这个争夺战，可能就一触即发。那第二个提到这个肥料这件事情，我们之前一直谈到天然气啊、能源啊，其实呢大家都忽略掉天然气它有另外一个产品，其实就是尿素。
尿素是化学肥料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哦。那这个从这个荷姆兹海峡出来的大概占全世界的2到3成。你要知道，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一个春耕的季节，所以呢，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媒体开始报道什么？他们的农民因为没有办法负担涨了超过5成的这个肥料，他们在担心说现在这个春耕可能会没有办法耕种。那如果没有办法耕种的话，那它这个收成就会没有，粮食就会爆发可能的一个粮食危机哦。那更可怕一件事情是，很多的美国这一些所谓的农民呢，他们都是用贷款的方式，然后有卖掉，然后才还贷款。所以他们就说，如果你这一次春耕没有的话，他可能贷款就面临到没有办法缴，就会面临到他这个可能农田就要卖掉，被拍卖。那谁会接？是美国人接还是中国人来接？所以他所牵涉出来的影响性，那更不要忘记，现在美国的大选，其中选举也即将要来嘛，今年。所以为什么川普说他就是要赶快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件事情解决？战火越拖越长，对川普对共和党今年选举恐怕是投下最大的变数。OK， 你看到股市，你就会知道这场战争已经扩延影响到全球。那重点就是在那时间到底会多久？那影响会怎么样？包括各国，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在天然气各方面都已经开始做应变的一些的措施。那整个民党政府核能政策会有任何一些的改变吗？这个议题在未来几天一定还会继续往下发酵，到底会是什么一个状况？那当然。接下来时间，明天礼拜2、礼拜3、礼拜4，有很多重大的这些议题，包括案子判决陆续的浮现，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明天见，拜拜。